就这，重生第一天就想送我走？真是绝处逢生，不仅没死，反而变成了一条黑龙。这具身体的潜能堪称完美，可惜现在太弱了。在商场上，资金链断裂是死罪，在这里，饿肚子同样致命，得先找点启动资金。万年年份的灵果，这资源垄断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刚好让我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味道不错，这小丫头倒是挺会享受。低贱的黑龙，竟敢偷吃本公主的贡品，受死！要打就打，装什么腔作势？不过我得提醒你，打坏了这秘境的灵脉，算你的还是算我的？你敢威胁我？就算不用龙息，本公主一爪子也能把你碾成肉泥。那就试试。哈哈哈！天生无魂，却能自主诞生灵智，万年难遇的极夜黑龙，这徒弟老夫收了。放屁！他身上的暗黑吞噬之力完美契合老夫的功法，他归我。你这疯子少来插手！捣死鬼，你想打架是不是？信不信老夫拆了你那身骨头？就凭你，今天这徒弟老夫要定了。谁拦杀谁！几位前辈，别争了，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小子，贪心是要付出代价的。扛过这3000重玄雷阵，我们就全收你为徒；若是扛不住，就灰飞烟灭吧。正合我意，高风险才有高回报。有这点能耐吗？给我吞！师傅们，加点强度吧，这都不够我塞牙缝的。雷恩大人，结界内部的能量读数正在呈指数级暴涨，一切快撑不住了。
终于露出了马脚，传我指令，第一商盟全员进入1级战备。发现超危险级能量体，坐标锁定，准备执行灭杀程序。3位老先生，看了这么久的戏，也该谈谈投资意向了吧？臭小子，死到临头了，还敢跟我们讨价还价？第一，我的命现在可是绝版稀缺资源。第二，救下我，你们不仅能得到一个绝世天才，还能得到一把帮你们掀翻旧秩序的尖刀。第三，作为我的技术核锁部，你们必须无限量供应顶级高灵石，不答应，大家这笔买卖就一起烂在锅里。这腹黑又贪婪的性子，简直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成交！雷恩大人，目标能量读数无法估算，我们的攻击被单向抹蚀了。龙岛秘境里怎么会藏着这种级别的怪物？全队撤退，立刻向商盟总部发送最高警报，下达对该区域的 S 级经济与武力封锁令，一只苍蝇也不准飞进去。小子，你在这鬼画符什么呢？拜师契约，或者说是天使轮投资协议，上面白纸黑字写明了你们的资源供应义务和我的回报承诺。签个字吧，师傅们。老夫活了上千年，第一次见收徒还要签对赌协议的。莫言，你既然有商人的脑子，就该知道我们为何隐士。第一商盟垄断了大陆80%的资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要的是一个能打破这腐朽垄断的变数。巧了，我最擅长的就是砸别人的盘，做自己的庄。第一商盟，既然你们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把你们连皮带骨吞干净了。刚刚那么大的能量波动，你这头小黑龙没被劈死？切，还以为你挂了，没想到居然走了狗屎运，完成了半龙化。不过就算你变个样，也还是欠我一颗灵果的账。金月公主大老远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讨债吧？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的呢。谁关心你了？本公主是怕我的赵快人死了，才保打水漂。龙族最高召回令，是因为商盟在外围的病动吗？你要走了？便宜你这头小黑龙了。你这女人下黑手啊！这是本公主私人赞助你的龙族核心秘资和能量启蒙知识，记住了，这算高利贷。等你变强了，总有一天要把你抓来给本公主当敛财打工人。别死在商盟手里了，小黑龙！信息量太大，必须建立分类检索。第一层建立基础能量架构模型，第二层将龙族秘籍归档为历史背景资料，第三层提取魔法图谱作为应用工具库。这小子竟然在用一种极其诡异但高效的方式重构精神力石海。看来我们真的捡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怪物。第一商盟的探测器虽然被毁，但这片秘境的坐标已经彻底暴露，他们的主力舰队随时可能跃迁过来，我们必须立刻离开龙岛秘境。正有此意，老躲在新手村有什么意思？走！第一商盟的探测器虽然被毁，但这片秘境的坐标已经彻底暴露，他们的主力舰队随时可能跃迁过来，我们必须立刻离开龙岛秘境。正有此意，老躲在新手村有什么意思？走。
熟悉的荒芜气息。小子，这里是处于商盟制裁边缘的三不管地带。接下来3年，你就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随我们闭关苦修禁忌阵法与炼琴术。闭关，在这儿漫天吃土，你们老古董的思维敢不敢再僵化一点？不在此地隐匿，难道出去给商门当靶子？隐匿？不，这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商业风水宝地。3位师傅看好了，这里地处各方势力交界，虽然环境恶劣，但也意味着商盟的触手伸不到这里。我们不仅不闭关，还要在这里砸下重金，建立一座无视任何规则、完全自由贸易的冤狱地下城。建城？就凭我们4个，哼，商盟凭什么垄断？靠的是资源和规则。我们建地下城，吸纳所有被商盟驱逐的亡命之徒、异族和走私犯。你们3个大宗师的禁忌阵法和炼金术，就是我们绝对垄断的核心技术壁垒。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们出技术，我出脑子和管理。我们将实行技术入股，把这里打造成全大陆最大的黑市。从经济上一点点抽干第一商盟的血。技术入股，有趣，值得一试。这便是我为诸位铺就的前路。我怎么觉得这小子画的饼比我做的炸药还带劲儿？哈哈哈哈！好一个冤狱地下城！老夫这把老骨头，今天就陪你这奸商疯一把！看好了，这是老夫独创的实系能量阵法融合与黑暗炼结术的结合，极致的毁灭来源于元素间不稳定的碰撞。老疯子，你这能量回路是乱的，快扔掉！完了，徒弟被炸成灰了！吞噬本能，开！元老，您阵法里的火、风、雷3个节点存在能量对冲，导致了冗余过载。如果将第6号节点向左偏移1/3个符文位，形成莫比乌斯环结构，不仅不会爆炸，威力还能提升30%。反向推演，竟然完美自洽。3位师傅，你们的毕生所学，我会用最高效的模型完美继承。但作为地下城的基建工程，今天必须破土代工。第一商盟的狗崽子们，告诉雷恩，洗干净脖子等着，我来接盘了。不行，按照这种常规方式，就算累死也刻不完10章，必须改变策略。流水线作业，降维打击。竟然不仅提前完成，且每一道能量回路的深浅都达到了极致的完美。你小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效率源于标准化。师傅，阵法基石我已经备齐了。地下城的核心动力炉在哪儿？动力炉的设计图老夫早有副稿，但想要驱动它，常规能源根本不够看。想要高阶能源，就跟老夫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极限炼金。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融合出一枚足以驱动整座地下城的深渊魔晶。提存这些高阶材料需要极大的耐心。莫言，注意观察魔力火候，这是水母功夫，至少需要3天3夜。3天3夜，第一商盟的刺客估计都快摸到家门口了，这效率也太低了。炼钱术容不得半点捷径，这可是触及规则的高阶融合，稍有不慎，哪怕是逸散的能量都能把这座山谷炸平。哼，老夫去取最后一位稳定地，你给我老实盯紧炉火，绝不许乱动。时间成本太高，按常规商业逻辑，必须引入强效催化剂，加速反应周期。极恶地狱的暗元晶，纯度99%，以毒攻毒，用绝对的破坏力强行打破材料的排斥壁，这才是最高效的资本运作。暗物质变异能量核，这种违背规则的逆天魔物，怎么可能真的被炼制出来？这东西的能量极度不稳定，就像一个随时会引爆位面裂缝的炸弹。一旦彻底失控，别说建地下城，整个荒芜裂谷都会被抹平。绝不能留，必须立刻将其就地销毁。销毁，简直是暴殄天物！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老子全仓缩杀了！住手！以你现在的躯体，挥下它会瞬间爆体而亡。第一商盟的压力已经压到脖颈了，按部就班的修炼只能等死。这玩意儿就是老子用来打破阶级壁垒的终极杠杆。能量超载，这股狂暴的吞噬欲望正在疯狂反噬我灵的理智。想吞我，老子可是玩资本并购的祖宗！想反向收购我，做梦！不封魔不成活，3年，只要你能熬过这3年的蜕变，旧秩序必将被你踩在脚下。商盟的狗鼻子倒是灵。也罢，就当是给你这小子出关前的最后大考吧。
3年来，这片区域的能量场一直处于极度紊乱状态。我就知道，那头号称被抹杀的变异黑龙，绝对还藏在这下面苟延残喘。商盟的规矩，不容任何不可控的变量存在。行动开始。去吧，用你那合金利爪把那头孽树的头颅给我带回来。3年蛰伏已过，渊域地下城的基建狂潮正式拉开序幕。动力炉的回路已经全部接通，插上钥匙，这座深渊中的钢铁巨兽就将彻底苏醒。第一商盟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派来刺杀我的兵器，竟然成了我商业帝国的启动资金。防御矩阵激活，能源输送网络畅通，这才是男人的终极浪漫——硬核基建。老夫这辈子做过无数疯狂的实验，但与这相比，全都是过家家。小子，你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师傅，这只是第一步，硬件虽然到位了，但想要真正打造一个对抗第一商盟的经济体，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打破垄断的商业规则。传出消息去，渊域地下城今日正式开盘，我要让这片3不管之区所有的亡命之徒和流浪部落都成为我的免费打工人。警告，领地边缘检测到大规模武装冲突。刚开盘就有人来砸场子，正好，老子刚活动完筋骨，正愁没地方发泄。我
们已经交出了所有矿石，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第一商盟的规矩，任何敢靠近异常能量区的流浪部落，统统按叛乱罪抹杀。骚东西，去死吧！老牛，看你们这穷酸样，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签下这份卖身劳动合同，以后跟我混，包吃包住。你是谁？哪儿来的怪物？敢插手第一商盟的事，给我开火撕碎他！聒噪。自我介绍一下，渊域地下城最高统帅莫言。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地下城副城主兼首席劳工头目。伟大的强者卡德敢带领木族为您效死。笑死就不必了，给我好好打工就行。光有交苦力不行，我还缺一个能看懂商盟规则的高级智能。老牛，带上你的人跟我走，顺便告诉我附近有没有被商盟逼得走投无路的聪明人，最好是那种贪财好色、毫无底线的家伙。希尔，你已经欠了半个月酒钱了。曾经的边境城主又怎样？现在你就是个被商棉通缉的丧家之犬，滚出去！别碰我！我脑子里装的商业机密足以买下整个商盟，只要给我一点启动资金。买下整个商盟，口气不小。这袋金币，买你脑子里的东西。老板，您真是慧眼识珠。我希尔曾经可最了解第一商盟内部贸易规则的男人。只要你有钱，什么渠道我都能给您打通。钱我有，实力我也有。我现在要你做的，是打破商盟对渊居的经济封锁。龙人，你是渊域里那个传说中的怪物？怕了？被商盟打压的连酒都喝不起的废物，也有资格害怕？跟着我，用你的脑子策划一场降维打击。我要让商盟的市场彻底崩盘。事成之后，地下城的财富分你一成。妈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板干了！商盟现在弱点在他们的稀有魔矿供应链上，只要我们在渊域大量倾销廉价的高阶提纯矿，绝对能直接击穿他们的价格底线。哈哈哈，很好，不怕你贪财，就怕你没本事。老板，那是死灵密训明幽的追兵，那帮不长眼的骨头根子怎么会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明幽敢在我的门前撒野，那小子是个不可多得的极品守卫，既然送上门来，老子不仅要劫财，还要劫人。叛徒，明幽大人赐予你永生，你竟敢渴望自由，交出灵魂之火，准备承受地狱的折磨吧！难道我终究逃不出这该死的控制吗？在我的地盘上，还轮不到一帮烂骨头来定生死。小子，想活命吗？想，只要能摆脱控制，我愿付出一切。很好，从今天起，你的命是我的了。大胆，竟敢插手死灵秘境的事！你是在向伟大的明幽之坊宣战！给我杀了他！宣战？老子连第一商盟都敢踩，一个玩骨头的明幽算什么东西？
回去告诉明佑，这小子我保了。想报仇，让他亲自来渊地下城找我。滚！喝了他，我不需要废人。从现在起，你就是渊剧地下城的专职守卫。谢谢大人。尹任，誓死守护大人。老板神威，这下咱们地下城的安保力量可是直线上升了。武力威慑已经足够，我的班底已经初步形成。第一商盟就有垄断秩序，准备好迎接这场颠覆一切的商业博弈吧。渊域将成为你们的梦魇。走，回城，好戏才刚刚开始。遵命，大人。老板，您刚才那几下简直绝了。不过咱们杀了第一商盟和死灵秘境的人，这接下来的安保预算是不是得……闭嘴，跟我去拿真正的底牌。臭小子，听好了，老头子又搞什么玄虚？商盟那帮老不死察觉到了你的动静，为了替你争取时间，我们3个老家伙已经动身前往苍穹商境的核心去和他们进行一场高层博弈。哦，去砸场子就直说，还高层博弈？归期呢？归期未定，别以为我们不在，你就能把天捅破。作为临谍赠礼，地下城的最高级战备金库权限给你解开了，别给我们丢脸。老头子，这可是你说的。我的天，极品秘银，神话级火雷阵图！老板，咱们发财了！发财？这叫原始资本积累。黑发棕色披风的男人，清算场资产。第一商盟马上就会对我们进行全面的经济与资源封锁。封锁？那地下城的动力炉怎么办？咱们现在的能量盒可不够撑过1个月的。既然他们要玩垄断，那我们就去无主之地自己挖。旧有的垄断秩序，是时候被现代商业工业的降打机彻底粉碎了。通知影刃备战，目标废弃资源区翡翠毒瘴区，我要在那儿建立新一代动力网的核心。大人，这里名义上是无主之地，但空气中残留着微弱的机械机油味。第一商盟的人早来过。哼，来过又怎样？今天这块地盘归我了。不知死活的东西，敢闯商盟的风控区！银翼合金蟒，撕碎他们！大人小心！退下！大工业时代的火力覆盖，你还没见识过。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给老子上！怪物，快去禀报雷恩大人！这才是个高效的清账方式。走吧，去拿我们的矿脉。
高纯度灵元矿，用现代基建的手法开采，效率能翻100倍。尹任，注入提纯药剂。大人，剂量加倍了。再加点暗物质能量催化，让产量直接拉满。物理常数变了，退后。暗能量沉沦壶，这腐蚀性简直是天然的战略级大杀器。赚大了，这玩意儿比动力离合还猛。冤狱的掌权者，很遗憾，你的好运到头了。交出冤狱地下城的所有技术资料，还有你身后的矿脉，然后跪下束手就擒。商盟或许能留你一具全尸。妄想！这么好的战略资源，不打包带走简直是犯罪。这腐蚀性，连空间法则都能融化，带不走啊！狂妄的爬虫，你以为还能活着走出这片毒瘴区吗？既然带不走，又被一群苍蝇盯上了，那就物尽其用吧。他疯了吗？这么多高阶阵图！尹任，不连锁引爆大阵，贴着湖边部。是。哈哈哈哈！用爆裂阵图炸湖水，锤死挣扎的小丑！全军准备！小丑，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杀了他！抢下所有的技术和矿脉！艺术就是爆炸。我的装甲！救命！魔鬼，你这个疯子！魔鬼！高纯度暗核，动力网的核心有了。第一商盟，这仅仅是个开始。第一商盟的特级干员，逃跑的姿势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狼狈。领主大人，这颗高纯度暗核的能量极不稳定，外壳正在持续溢出高浓度的暗物质辐射。商盟的报复很快就会来。雷恩那个废物虽然不中用，但他背后的财阀绝不会咽下这口气。这颗暗核不仅是动力网的核心，更是我突破当前级别的杠杆资金。我要立刻抽取它溢出的能量，强化我的半龙化形态。大人，这太冒险了！暗核中的狂暴暗物质与您体内的雷霆之力属性极度排斥，如果在没有炼金阵列辅助的情况下强行吸收，爆仓的风险高达90%。风险与收益永远成正比，在资本的赌桌上，哪怕只有1%的胜率，只要杠杆加得够大，也能赢下整个世界。
影刃，退后警戒，任何靠近这片区域的生物，格杀勿论。遵命，属下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让任何人打扰大人。该死！这两股能量的排斥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大，简直就像在精神石海里引爆了核弹。给我镇压！能量演算了，这杠杆加的有点超材了。领主大人！到底了吗？慌乱是投资大忌，既然常规手段压制不住，那就用高维度的数学模型来重新构建能量回路。雷击分，矩阵重组，给我算！找到平衡点了，能量并购，完成。给我开！这就是神话结尾的力量吗？杠杆梭哈，果然是发家致富的最快捷路。领主大人，您在哪里？恭贺领主大人突破神防化接回，大人的力量已如深渊般深不可测。起来吧，影刃，一点小小的能量重组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极其浓郁的地脉灵灵，简直是天然的防空洞和能源富矿。影刃，看来我们因祸得福，找了一块绝佳的新楼盘。天然的穹顶防御，隐蔽的地理位置，极其丰富的半生矿脉，这地方的商业开发价值简直无法估量。大人，这里虽然隐蔽，但环境极其幽暗，且存在着未知的地下生物。我们是否需要先进行全面清场？清场？那是粗鲁的强盗行径。作为合格的资本家，我们要学会资源整合。从今天起，这个地下世界不再是无名之地，它将更名为万劫渊域。而这里
将是我们对第一商盟封锁的新领地，定名为黑龙岭。属下誓死捍卫黑龙岭的荣耀。有了领地，自然要有行政中心与动力枢纽。这颗暗核就是我们启动莫寒宫的核心电源。只要在这里开辟出主控室，将暗核接入地脉，整个万界渊域的防御网就能瞬间激活。尹任，退后。工程兵的活儿，今天我亲自来办。给我破！暴力施工效率确实高，这里以后就是墨龙宫的主控室了。大人，有大批高阶生物正在向我们快速逼近，数量极多。哦，看来免费的劳动力主动上门了。大人，这些畜臣灵智未开，只懂得杀戮，请允许属下大开杀戒，为大人清出一条血路。冷静点，尹任，动不动就打打杀杀，那是莽夫的行为。杀光他们容易，但谁来给我挖矿、修城、建基站？这可是数万个不要工资的优质苦丁啊！在这个世界上，能让我退步的只有利润，而你们显然不够资格。降维打击，现在开始。现在能坐下来谈谈生意了吗？我这人很民主的，从来不强买强卖。签了这份劳务契约，成为我黑龙岭专属基建兵团的员工。作为回报，我不杀你们，而且
不仅包吃包住，未来整个万劫渊域灵能网络建成后，你们可以合法享用溢出的灵气，这可是你们在泥里打滚几百年都遇不到的顶级福利。大人这手段，简直比第一商盟的吸血鬼还要狠辣自然。很好，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黑龙岭第一建设工程局的正式员工了。迎刃，在，立刻将他们按工种整编。金甲兽负责开掘隧道，毒照妖旗负责提炼防腐涂料，血珠负责搭建钢索网络。24小时3班倒，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基地雏形，保证完成任务。第一商盟，你们以为切断了我的外部资金链和资源供给，就能把我困死？太天真了。黑龙岭反击堡垒正式成型，第一商盟的财阀们，准备好迎接你们的破产清算了吗？感觉如何？我承诺过的顶级福利，黑龙岭的灵能网络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人类灵气确实不错，但你让我们24小时3班倒去干苦力，我们魔蛛一族可是地下王族。放肆！主上的指令岂容你们质疑？整个万劫渊域，只有我们魔蛛一族的剧毒蛛丝能够搭建悬空钢索网络。你想建地下城，就离不开我们。想要我们干活，每天的灵能业额必须增加5倍，工作时间减半，否则我们现在就罢工。拿核心技术壁垒来要挟资本家，你这头蜘蛛倒是有点商业头脑。既然有人想当出头鸟，那就正好拿来当企业文化建设的反面教材。这不可能！你明明刚刚才……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在我的公司里，没有任何员工是不可替代的。现在，我宣布黑龙岭建设工程局的2项新规：第一，末位淘汰制，像这种带头闹事、拖延工程进度的，直接剥夺所有灵能配额，踢出核心圈，流放到废矿区去啃石头。第二，股权结缔机制，金甲兽一族服从指挥，态度端正。从今天起，魔蛛一族被扣除的配额，全部作为绩效奖金，发放给金甲兽一族。只要干得好，灵石资源、修炼圈额我统统管够。但谁敢偷奸耍滑，魔蛛王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打一巴掌给10个舔枣，这分化拉拢的手段，真是让人脊背发凉。还是不行，这已经是第7次失败了。大人，这里的岩层排斥传统的魔法间合剂，
无论我们加多少分量，巨石都无法咬合。这样下去，城墙根本建不下来呀！必须想办法。主上给的工期很紧，不能在这里卡住。魔法粘合剂失效，那就换一种更高级的物理连接方式。主上，属下无能，工程进度受阻。不怪你们，用常规手段对付万劫渊域的特种矿石，确实是白费力气。这岩石的分子结构极为紧密，普通的魔法元素根本渗透不进去。看来得给他们上点现代工业的手段了。所有兽族立刻退出地基100米之外，迎刃！指挥他们把所有巨石按顺序排好，全体退后，巨石就位。传统魔法讲究元素共鸣，但现代建筑力学讲究的是应力结构与分子溶解。暗核能源，给我接通！起！这是何等伟力，简直是神迹！什么神迹？这叫工业化流水线降维打击。外壳已经成型，接下来是时候充实我们的内部流水线了。不可思议，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卡德，灵能草药的提炼率达到了多少？城主大人，您提供的这种流水线工厂模式简直绝了！以前我们部落种植草药，存活率不到30%，现在利用暗河散发的余温和营养液循环，草药长得比杂草还快。还有那些能源晶块，经过切割阵法的标准化处理，产量直接翻了10倍。很好，记住，商业的本质是效率。只要我们的流水线不断，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能够买下整个大陆的财富。有了这些工业化产品，第一上盟的经济封锁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层窗户纸。唉，卡德啊，产量翻倍又有什么用？啊，城主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产量高不是好事吗？好事个屁！你看这些废矿，我们的暗核能量消耗太快，资源马上就要枯竭了。这地下城根本揭不开锅了，这么多张嘴要吃饭，如果没有外界的物资援助，我们黑龙岭撑不过下个月就要破产清算了。可是，城主大人，咱们的仓库明明……闭嘴！我说揭不开锅就是揭不开锅。现在谁能给我们送点物资，哪怕是签最苛刻的借款协议，我也认了。有刺客！什么刺客？那是我请来的信使，情报已经送出去了。第一上盟的那帮财阀看到我这么虚弱，肯定会像道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过来。卡德，通知引荐，准备开门迎客。咱们的肥羊要上钩了。哼，一群地下世界的泥腿子，居然还建起了像模像样的城墙。可惜呀，外表再光鲜，内部也是一具快要饿死的空壳。洛克斯少爷说的对，根据斥候传回的绝密情报，那个什么黑龙领主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正等着咱们来救命呢。救命？哼，第一商盟从来不救废人。今天，我要把这个地下世界连皮带骨头一起吞下去。
你就是那个自封的黑龙领主，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废话少说，直接切入正题吧。你们商盟想怎么交易？看在你快要破产的份上，这是我们商盟给你的救济条款。第一，黑龙岭所有出产的特种矿石，商盟将以市场价的1/10全部收购。第二，开放你们那破地下城的核心阵法权限，由我们派人驻守。第三，领地内所有的商业交易，商盟要抽成80%。这根本不是贸易，这是抢劫！抢劫？这叫资本兼并。你们这群快要饿死的野蛮人，如果不签这份条约，我保证，从今天起，没有任何一粒粮食、一块布匹能进入地下世界，你们就等着全部饿死在里面吧。说完了。用10年前的流氓合同来忽悠我，第一商盟的业务水平真是让人失望透顶。你敢撕毁商盟的条约？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向整个第一商盟宣战！敬酒不吃吃罚酒，兄弟们，把这个不知死活的龙族给我拿下，教教他什么叫规矩！拿着几根破铜烂铁就敢来我的地盘收保护费，时代变了，蠢货。你不敢开炮，我们可是第一商盟的人。我不喜欢打打杀杀，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商人。现在来看看我的规矩。第一，反向倾销。黑龙岭出产的能源金块，你们必须以高于市价3倍的价格全盘接收。第二，高额关税。第一商盟的货物进入地下城，缴纳50%的保护费。第三，为了证明你们的诚意，今天先交出2000万灵石的贸易保证金，少1块灵石，我就拿你们的脑袋来填火炉。3倍市价，50%关税，这比抢劫还狠！商盟高层绝对不可能答应这种流氓条款。没关系，那就请诺克斯少爷亲自为你们的傲慢买单吧。我签。记住了，从今天起，万劫渊域的贸易规则由我黑龙岭说了算。滚吧！撤！快撤！离开这个疯子的地方！哼，第一商盟不过是群被垄断喂肥的猪罢了。领主大人，您这样直接勒索他们，商盟总会一旦反应过来，恐怕会发动全面战争啊！战争，那也得他们算得过这笔经济账。打仗是要烧钱的，而我最擅长让他们破产。我的先祖啊，这至少有几万人！商盟吃瘪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这些被商盟高额关税压榨的活不下去的人，
自然会来找新的避风港。可是领主大人，这么多人涌进来，我们的粮食储备和居住区根本不够啊！而且里面肯定混进了商盟的间谍。间谍？我正愁没有杀鸡儆猴的鸡呢。黑龙岭欢迎所有遵守规矩的商人与平民，但入城者必须踏过此阵。这是什么魔法阵？此乃雷霆测谎阵，心怀鬼胎试图窃取机密，或是想在我的地盘搞恶意倾销的奸商，一旦踏入，九死一生。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魔法阵罢了，商盟的隐匿道具绝对能瞒过去。大人，我们只是活不下去的苦命人啊！还有谁想试试？老牛，安保工作交给尹任，接下来的入城登记、户籍划分和基础建设就全靠你了。全靠我？领主大人，那您呢？强行吸收暗河能量，突破神话结尾，我的身体还没完全适应，我要闭关半个月，彻底稳固境界。这半个月内，就算是天塌下来，你也得给我顶住。先祖啊，您干脆把我带走吧！粮食，西区的粮食配给，新区的水源抢夺。副城长大人，不好了！商业街的摊位划分又打起来了，那帮新来的地精抗议兽人占了他们的地方。杀了我，衣服都披了我吧！这14万人口根本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原来的管理系统彻底瘫痪了。再这样下去，黑龙岭不用商盟打，自己就先炸了。我才闭关半个月，你们就把我的印钞机搞成了这副德行。领主大人啊，您终于出来了！这真的不怪我呀，人口暴增了3倍，各种政务繁杂的能让人发疯。我就是一个粗人，哪懂什么经济调控和户籍管理呀？我不是把那个叫希尔的落魄城主收编了吗？他可是我专门找来的商业智囊，他人呢？死在女人堆里了。说，半个月前您刚刚闭关，第一商盟要在荒原进行联合封锁的消息就传了过来。希尔吓坏了，他说黑龙岭绝对扛不住商盟的怒火，留在这里必死无疑。所以他当天夜里就卷了自己所有的财物，偷偷溜出城，逃回他的老巢翡翠城去了。拿了我的股权交地，签了我的保密协议，现在告诉我，他想跳槽。在我的商业览墨里，只有死去的员工，没有逃跑的叛徒。翡翠城是吧？正好我活动活动筋骨。领主大人，翡翠城可是帝国一个商盟势力交错的重镇，里面高手如云，您单枪匹马去？高手如云，在我眼里，不过是些随时可以做空的劣质资产。愿先祖保佑那个叫希尔的蠢货，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惹上了一个怎样的怪物。
有敌袭，保护城主！大胆狂徒，这里是翡翠城！风景不错，不过我更喜欢高处的空气。救命！太高了，我要掉下去了！现在你的脑子清醒点了吗？清醒了，我错了，我不该跑。但莫祥大人，您不能杀我！翡翠城背后有第一商盟的股份，我是帝国册封的男爵，您要是杀了我，就是同时向两大势力宣战，这在商业逻辑上是绝对的亏本买卖啊！你跟我谈商业逻辑？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终身高级合伙人契约。第一，从今天起，你将担任冤狱地下城的首席执行官。第二，实行007工作制，全年无休。全年无休，灵魂抵押，这根本不是合同，这是卖身契，你这是在践踏商业法。废话真多。我签。很好。现在回公司加班。我的老腰！领主大人，要切断他吗？别，自己人，我是副总裁。看清楚了，这是你的新办公室，这14万人是危机，也是劳动力。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在这片废墟上给我建起一座抗衡第一商盟的自由贸易大市场。3个月？这不可能！这里的地形复杂，材料短缺，而且连个规划都没有，这不是逼我去死？闭上你的嘴，用你的眼睛看。这种商业模式，这完全是对第一商盟现有规则的降维打击。如果真的建成，我们就能吸干整个荒原的财富。老牛，还愣着干什么？把所有的牛头人都给我调过来，实行3班倒，12个时辰连轴转，谁敢偷懒，老子扣光他的口粮！领主大人，他刚才还怕得要死，现在不像了。永远不要低估一个纯粹商人的贪婪。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利润空间，他们敢把灵魂卖给魔鬼。第一商盟真正的博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牌可以打。
这根承重柱的线差不能超过2毫米。重做！你们这群蠢货，这是未来全荒原的金融中心，不是你们村的猪圈。希尔。领主大人，你有什么吩咐？第1期交易大厅的框架明天就能封顶。太慢了，就算你把这壳子建得再漂亮，没有商盟的那些大鱼入场，这里不过是一座死城。可是大人，第1商盟已经对我们下达了最高级别的经济封锁令，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哪来的客户啊？既然他们不敢来，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去，吩咐卡德把所有的接待区打扫干净。是。接待区？大人，您是要去发传单？发传单？不，我是去搞一个能震动整个古莱克亚大陆的大新闻。这头风龙又要去抢劫哪家金库了？各位贵宾，接下来这件拍品是产自极北冰原的冰霜之髓，起拍价500万紫银币。600万！哼，800万！莉亚小姐亲自主持的拍卖，怎么能这么小气？怎么回事？安保系统没有报警吗？小姐，雷达上没有任何信号，但是上面的能量变动超过了临界值。是那头恶龙，越狱的那个疯子！保护莉亚小姐，开火！开火！第1商盟的安保就只有这种玩具级别的水平吗？真是让人失望。你到底想干什么？这里是第1商盟的绝对腹地。腹地，在我眼里，你们商盟不过是个四处漏风的破烂草棚。放开我！你这个野蛮的混蛋！放开我！安静点。猎物要有猎物的觉悟。听好了，商盟的废物们，我黑龙岭领主莫言，现在正式劫走你们的首席鉴定师兼财阀千金。想要救回这个女人，想要挽回你们那可笑的颜面，就带足你们所有的资本、舰队和胆量，来我的黑龙岭自由贸易区。我在这里，随时恭候你们进行武力与商业的双重交锋。不来的，都是没种的软蛋！天塌了，全荒原都要疯了！这是地牢？不对。这种通过预付款锁定上下游资源，利用时间差进行资金空转的模式，太不可思议了！这完全打破了现有的等价交换法则。如果这个绝对免税区真的建成，所有的行商都会为了避税疯狂涌入，第1商盟的关税壁垒将在瞬间土崩瓦解，这简直是降维打击。怎么，我们第1商盟的商业天才看得懂我这些模样？这些都是你想出来的。你不仅是个拥有神话阶位武力的怪物，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业疯子。疯子和天才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你们商盟只会利用武力强收保护费，那种收割方式太原始了。我不过是给你们演示一下什么叫用规则杀人。但你的计划有一个致命的漏洞，没有足够的初始信用倍数，没有任何大型商队敢把资金压在你这片荒凉的废墟上。信用？
那东西从来都不是靠嘴说的，而是靠拳头打出来的。你信不信，我的第一批天使投资人已经带着钱和命主动送上门了。兄弟们，冲进去，杀了那头黑龙，抢回财阀千金！商盟悬赏了1000万紫金币，干完这一票，几辈子都不用愁了。一群连军阵都不懂的蠢货，也敢来捋领主大人的龙须！防卫军第一方阵，启动流水线，给这群乡巴佬上一课！不，这不是普通的弓箭，这是怪物，这是屠杀！快跑啊！这就完了，连热身都不够。老子这批连弩可是按照领主大人的标准化图纸日夜赶工出来的，火力连绵不绝。第一商盟的正规军。是第一商盟的铁卫重装机甲军团，领队的是特级干员级别。老牛，快关城门，开启所有防御法阵。那玩意儿的主炮一发就能把这面城墙轰平，我们辛辛苦苦建的贸易全完了。闭嘴，你这个懦夫！领主大人的词典里没有退缩，牛头人准备近战肉搏。黑龙岭的余孽听着，交出莉亚小姐，放弃抵抗，我可以留你们全尸；否则，钢铁猫流之下，一切皆为基本。全军一级冲锋准备！哪儿来的疯子，想螳臂当车？不用减速，直接把他给我碾成肉泥！此路不通。怪物，全都是怪物！近战不行就用炮，全军火力锁定，给我用主炮把那条沟连同那个剑客一起炸平！去死吧！开炮！在我的地盘，谁允许你们随便放烟花的？上位禁忌魔法，绝对零度冰封领域。这就是黑龙岭的规矩，不服者冻毙于荒野，合作者金银满钵。怎么，商盟的千金大小姐这就被吓傻了？要是害怕，现在就可以滚回翡翠城。
第一商盟已经腐朽，他们只会用武力镇压，根本不懂您那张图纸上代表的新世界。领主大人，我不回去了，请让我留在黑龙岭，参与自由贸易大市场的建设。我利亚愿为您效劳。第一商盟，这只是个开始，很快全大陆的资本都会知道，这里的规则由我来定。第一商盟腐朽，莉亚，你知道背叛商盟的代价是什么？我这里可不养花瓶。我能为您打通翡翠城的地下走私网络，我能用最快的速度将自由贸易大市场的框架搭建起来。领主大人，我的价值比那几百台破铜烂铁高得多。很好，从今天起，你就是黑龙岭自由贸易大市场的首席运营官。谢尔，把领地的财政账本给他开放部分权限。遵命，伟大的领主大人。领主大人，既然我已效忠，有件事必须立刻向您汇报。商盟这次的行动并没有那么简单。哦，就凭那些被冻成冰棍的玩具？明面上的机甲军团只是诱饵，商盟暗中还派遣了一支名为绝对采掘的王牌干员小队，他们手里带着商盟最高战略机密灵剑发生器。灵剑发生器，那个传说中能让一切灵能和魔法阵刃瞬间失效的禁忌武器。没错，一旦启动，方圆数里内，任何依靠魔力和灵力运转的设备、阵法，甚至超凡者的斗气，都会被强行压制。城主大人，正前方10公里有高能反应正在快速逼近。禁魔武器，商盟这群老鼠还真有点好东西，来得正好。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绝对裁决能裁决谁。就是他们，领头的那台机甲背上背着的就是灵界发生器。管他什么发生器，俺老牛现在就带人出去，把他们剁成肉泥。急什么？既然是来送礼的，总得让他们把礼盒打开，看看成色。禁魔，这可是打破商魔武器垄断的绝佳利器啊！哼。一群被抛弃的深渊杂碎也敢和商盟叫板？裁决机甲启动灵界发生器。指令确认，灵界发生器启动。怎么回事？俺老牛的斗气怎么使不出来了？哈哈哈！没了！在这片禁魔领域里，只有商盟的纯机械外骨骼才是唯一的真神。完了，禁魔生效了！领主大人，这下防线陷入被动挨打了。大人，要不要赶紧撤进内城？那台机器太邪门了。禁魔，原来是这么个原理。用高频灵能震荡来抵消同频率的魔力变动，真是粗糙且暴力的逆向工程。撤？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印钞机，这台机器我黑龙岭要了。卡德影刃，全都退下！别管那些铁皮罐头，全力抢下那台机器，弄坏送了一点零件，我把你们的工资扣到下个世纪。领主大人发话了，快撤！狂妄的蜥蜴，在灵界立场里，
连神话阶位都用不出一丝魔力，你拿什么抢？警告！检测到超高能物理反应，目标未受灵剑立场影响，危险等级极高。怎么可能？他的威压怎么没有被压制？魔力？对付你们这群商盟的残次品，需要魔力吗？纯物理的降维打击，你们懂吗？信魔？你的机器进得了魔法，进得了黑龙的拳头吗？怪物！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怪物！废话真多。卡德，把这些垃圾捆起来。嘿嘿，领主大人，要不要直接剁了喂魔猪？希尔，立刻安排地下城的炼金工坊对这玩意儿进行逆向工程拆解。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10天之内，我要看到量产的评估报告。大人，这可是商盟的最高机密，这技术壁垒……技术壁垒，那是给弱者准备的词。拆坏了就再抢一台。领主大人，这支绝对裁决是商盟的底牌，您全歼了他们，商盟高层恐怕会彻底震怒，接下来可能会是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战争？不，莉亚，你还是不懂资本家的手段。希尔，去把那些裁决小队的人全扒光装备，只留底裤，吊在城墙外面。这太羞辱人了吧！这就叫羞辱，还有更狠的。然后，你以我的名义起草一份天价的战俘保管费加精神损失费账单，详细列出他们每天的伙食、医疗，甚至是看守他们的误工费，直接发给第一商盟总部。记住，必须明码标价，少一个铜板我就撕票。这是赤裸裸的勒索。错，这叫合法的商业索赔。我可是讲规矩的生意人。如果这里的免税区能如期落成，加上供应链金融的杠杆，第一商盟的垄断绝对会在3个月内彻底崩拍。莉亚妹妹真是让我好找啊！放着翡翠整的大小姐不当，跑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包工头。金丝，你怎么进来的？黑龙岭的防空禁制怎么可能没有反应？禁制？那玩意儿防得住那些穷鬼，可防不住金羽商会最高级的月签券照。你来干什么？我现在是黑龙岭的首席运营官，和你们金羽商会没有半点关系。别这么绝情嘛！我来可是为了救你，也是为了送你一场天大的富贵。这头黑龙的野心太大了，免税区，这简直是天才的想法。可是他一头龙，懂什么资本运作？莉亚，只要你点头，我们金羽商会可以暗中注资，凭借你我2家的手段，我们完全可以在3个月内架空那头车船。到时候，他疯了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怪物。金丝，你这是在玩火！玩火？在这片大陆上，只要资本足够雄厚，就连神明也得乖乖听话。大人，那个金羽商会的少爷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在您的地盘上挖墙脚，还妄想架空您。要不要我现在就通知影刃，把他剁碎了喂魔猪？错了，希尔，你什么时候变得和卡德一样蠢了？杀了他，我们只能得到一具没有价值的尸体。但在我眼里，这哪里是个人啊？这明明是一个行走的装满了金币的超级大钱袋，他不是想要注资吗？他不是想要架空我吗？大人的意思是，他想要玩资本游戏，那我就陪他玩一场大的。金羽商会，大陆第2财阀，太好了，
我的地下室建设正愁资金链紧张呢。希尔，立刻连夜给我伪造一份虚假繁荣融资计划书，把免税区的利润率夸大10倍，把各种空壳项目的收益率拉满。我要用最漂亮的 PPT 把他的魂都勾出来。您是要骗他的钱？这叫战略性融资。这小子不是自以为很懂杠杆吗？那我就给他加一个100倍杠杆的杀猪盘。等把金羽商会的流动金全套牢在黑龙岭这片荒原上，我就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资本恶龙。希尔，你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套牢一个自诩聪明的资本家，光靠一份吹得天花乱坠的 PPT 是不够的。大人的意思是，金丝那头肥羊不会轻易上钩。金羽商会能做到大陆第2财阀，靠的可不是做慈善。金丝虽然是个狂妄的二世祖，但他手底下的评估师不是瞎子。虚假繁荣的免税区利润，必须要有极具血天的实体底层资产作为诱饵。我要让他看到，我们黑龙岭不仅有概念，还有他金羽商会无法拒绝的独家资源储备。可是大人，我们目前的资源大多用于地下城的基础建设和动力炉的运转，短期内去哪里弄一笔能够震慑住金羽商会的独家资源呢？大人，我想起来了，您还记得影刃吗？那个死脑筋的寂灭骑士，他最近在暗影护卫队干得不错，怎么，他老东家找上门了？正是，死灵秘境的霸主明幽，因为影刃的叛逃彻底暴怒。据我们的暗线回报，明幽最近率领了死灵秘境的主力军团倾巢而出，正在满世界搜捕影剑的踪迹。哦，倾巢而出。是的，这意味着明幽的核心防区骸骨金库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防守空虚状态。据说那里囤积了死灵秘境几百年来的稀有暗系魔晶和高阶灵魂石。瞌睡来了送枕头，这种送上门的实体资产，不要简直天理难容。好，非常好。明幽既然这么喜欢在外面逛，那他的家产我莫阳就勉为其难的代为保管了。希尔，去把卡德给我叫来。今天本领主带你们去死灵秘境玩一把零成本进货。遵命，大人。大人，慢点儿，我的隔夜饭要吐出来了！城主大人，口告啊！闭嘴！就你们那慢吞吞的飞行速度，等飞到死灵秘境，明幽都该度完蜜月回家了。死灵秘境，今天就让它变成死灵破产区！这降落方式环保又快捷。大人，这里阴森森的，连空气都透着一股骨头渣子的霉味儿。这可是亡灵的老巢，能不阴森吗？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够吗？是要本领主阻止把你请出来，还是你自己滚出来？不识抬举。哎呦！别杀我，伟大的强者，小人萨牙，只是一个路过的卑微亡灵巫师，求您高抬贵手。路过，在这个鸟不拉屎的骨头堆里路过。
本领主正好缺个向导，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带着我们去骸骨机库；第二，我用这道雷霆帮你把骨灰扬了，选吧。骸骨金库，那可是冥游大人的禁地。看来你选第2条，卡德，劈了他。遵命。我愿意，伟大的大人，桑雅愿意为您效劳，我这就带路。算你识相，带路。记住，敢耍花样，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比死亡更可怕的体验。这头狂妄的黑龙竟敢觊觎骸骨金库，前面的幽冥毒瘴可是连圣域强者都能毒翻的禁区。只要等他们被毒瘴麻痹，我就可以趁机溜走。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连个能喘气的活物都没有，俺的鼻子都快失灵了。卡德，小心点，这里的雾气颜色不对，比外围浓郁了10倍不止。大人，俺感觉肺里像是有火在烧。卡德，你怎么了？哎呀，这位牛头人大人一定是吸入了高浓度的死灵毒瘴。这毒瘴极度排斥生者的血肉，一旦入体，不出1炷香的时间，就会将5脏6腑化为血水。混蛋！你是不是故意把我们往这种绝路上带？冤枉啊！去骸骨金库只有这一条主路，这是冥游大人布下的天然屏障，小人也没有办法呀。就这点上不了台面的瘴气，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区死气，也妄图侵蚀我黑龙岭的副城主，给我散！既然这片毒艾如此碍眼，那就连同这片地界一起清理干净吧。疯子，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他竟然用纯粹的毁灭力量，硬生生抹平了幽冥毒瘴区。多谢城主大人再造之恩，俺感觉现在能一斧头劈开一座山。别废话，留着力气搬东西。带路向导，你的小把戏最好到此为止。如果再有下次，夷为平地的就是你的头盖骨。不敢了，小人绝对不敢了。伟大的黑龙大人，前方再无阻碍，直通骸骨金库。那就滚起来，继续走。大人，是死灵秘境的守卫军团，数量太多了。这是骸骨金库的外围警戒部队，虽然等阶不高，但他们是不知疲倦的杀戮机器呀！一群缺钙的骨头鬼子也配叫军队？卡德，交给你了，别耽误我发财的时间。遵命，看俺不把这些破烂砸成骨粉！太弱了，太弱了，连给俺挠痒痒都不够。动作快点，卡德，时间就是金钱，别让我的硬币等太久。是九阶亡灵守卫，冥游大人竟然留下了3尊9阶领主镇守金库，我们死定了！闭嘴，废物！卡德，遇到硬茬了。
这是你实战检验的最好机会。去，给我把他们的核心挖出来。城主大人放心，俺这就去拆了他们的骨头。这力量怎么可能这么大？该死！大人，这些家伙的属性极度克制俺的蛮力，真是浪费时间。我还以为9阶能给我带来点惊喜，结果只是3个耐打一点的沙袋。这是什么结尾的威压？哪怕是冥游大人，也没有这种让人灵魂都要断散的恐怖气息。能死在神话阶别的力量下，是你们这些残弃品莫大的荣幸。起来，再装死，下次就让你去填地下城的动力炉。是，伟大的城主大人。好了，清扫工作结束，现在让我们进入提款环节。大人，这就是骸骨高库的正门。这上面的叹息之墙阵法是冥游大人亲自布下的，强行攻击会引发反噬，而且那些弩塔，聒噪。希尔，确认过冥幽的位置了吗？大人，暗线传回确切消息，冥幽的主力大军目前还在秘境边缘的迷雾沼泽搜寻影刃，距离这里至少有半天的路程。半天，足够我把这里连地皮都刷干净了。卡德，去把那些破铜烂铁的弩塔给我拆了，看着碍眼。交给俺吧，大人。大人，使不得啊！那是冥幽大人的本命阵法，一旦强行触碰，本命阵法，在我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花里胡哨的技巧都是废纸。给我撕裂！大人，这简直是一座不可估量的宝库啊！这些暗系魔晶的纯度，完全可以支撑我们免税区暗物质新能源项目运转100年。乖乖，这死骨头还挺会攒家伙的。这就是资本的味道，最美妙的利润永远来自于零成本的掠夺。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搬！一块魔宗、1颗灵魂石都不要留下，连那些装东西的箱子也给我打包带走。你也去帮忙装，装不满你那个破法师袍的口袋，我就把你塞进空间戒指。是，小人这就装，这就装。金丝，你的底层资产我给你备好了。大人，全部清空了。按照目前的市价估算，这批物资的价值足以抵得上金羽商会3年的总利润。大人，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宝贝。伟大的黑龙大人，您的威风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已经拿到了东西，我们是不是赶紧撤？要是冥幽大人突然杀个回马枪，撤，当然要撤。不过既然是零成本进货，首要原则就是不留后患。大人的意思是，冥幽这老鬼子生性多疑，要是让他发现宝库被盗，肯定会发疯一样追查我们的下落。虽然我不怕他，
但现在是黑龙岭招商引资的关键时期，我可不想被一条疯狗天天盯着咬。大人，您脚下可是死灵秘境的一条主干地下灵脉，一旦引爆，整个骸骨金库都会被炸上天的。要的就是他上天。卡德，希尔，带上这个废物，推到大门外。哈哈哈哈！明幽，这份装修大礼，本领主免费送你了。毁尸灭迹，完美。这下明幽就算想查，也只能对着这堆灰烬哭爹喊娘了。大人的手段真是雷厉风快。跟着大人，果然每一天都充满着刺激与财富。实体底层资产已经到位，接下来就是用这批资源作为诱饵，彻底撬动金域商会的庞大资金链了。希尔，回去之后立刻把这些暗系魔晶包装成黑龙岭独家开发的新能源储备，把那份 PPT 再给我升华一下，我要让它看起来比金丝他爹的王座还要诱人。明白，大人，我保证让金丝那个蠢货看得流口水。莫言，你终究只是个空有武力的莽夫。只要我这笔资金砸下去，你的黑龙岭，包括那个免税区，就全都得改姓金了。金丝那只肥羊，现在估计正做着吞并黑龙旅的春秋大梦。希尔，你的那份虚假繁荣融资计划书，有把握让他把底裤都投进来吗？大人您放心，那份计划书我运用了最超前的画大爆和杠杆原理，每一项数据都完美的戳中了金宇商会的贪婪神经。只要他敢签字，我保证他的资金链会被我们掏得死死的。俺听不懂什么杠杆大饼的，俺只知道咱们这次抢来的骨头棒子和亮晶晶的石头，能在地下城盖好几座大仓库了。卡德，格局打开，那些不叫骨头棒子，那叫不可再生稀缺亡灵古矿，在资本的运作下，垃圾也能变成黄金。这股恶臭的死灵气息，是明幽，他怎么会在这里发疯？大人，那股气息的中心，好像还有另一股微弱的灵魂波动。那好像是隐刃大人的气息。隐刃？他不是请假回乡处理私事了吗？希尔、卡德，你们在上面待着，我去就来。说，你这个叛徒，是不是你勾结了外敌，把我的骸骨金库给炸了？你的金库被炸了，真是报应！还敢嘴硬！我今天外出搜捕你这个叛徒，结果刚出门没多久，老巢就被人连锅端了。那可是我攒了数百年的心血。除了你这个曾经的内部人员，谁能避开那么多阵法？我不知道，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既然你不肯说，那我就把你这朵可笑的灵魂之火生生捏碎，让你彻底魂飞魄散。主人，隐刃尽力了，无法再为您挥剑了。是谁？抱歉，老板来晚了。老板，你剩下的交给我。敢动我黑龙岭的优秀员工，今天我要让他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是你这头该死的黑龙炸了我的骸骨金库！
哟，这不是死灵秘境的名优大霸主吗？怎么，我送你的那场免费烟火秀还满意吗？那些骨头渣子炸开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心情愉悦？混账！你不仅洗劫了我数百年的财富，还毁了我的根基。今天我要把你这头狂妄的黑龙扒皮抽筋，用你的龙魂来点天灯。想拿我的龙魂点灯，就凭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烂骨头架子。不好意思，我这人做生意向来喜欢零成本进货，你的金库只是我宏大商业版图里微不足道的一笔启动资金罢了。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我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死亡深渊！出来吧，我的最强亲卫变异古龙小队！就算你是神话阶辈，今天也得被撕成碎片！给我杀！用一堆过期变质的垃圾，也想阻挡时代进步的车轮，明优，你对力量的理解简直落后了整整一个工业时代。能量守恒定律，给我逆转！大阵净化雷网！过载引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竟然一击就毁了我的亲卫小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怪物，我是你惹不起的资本家。接下来该算算你把我的员工打成重伤的车医药费、误工和精神损失费了。用你的命来结账吧！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天魔解体，虚空大遁！该死，这老东西真他妈果断！